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watermarking for combinational circuits， 就是组合电路的浮水印啊，怎么在组合电路里面加入浮水印，是我们这个章节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个 watermarking 浮水印的概念。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说那个 watermarking 是做什么？就是说把你的一些资料或者说你的签章把它放到你的digital media 里面，比如说你文字啊，或者你的影像啊，或者你的 audio 或者你的 video 里面那基本上目的为什么要做 digital watermarking？ 同学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可能包括 copyright protection 还有或者 source tracking 来源的一个追踪，或者你要放一些隐藏的讯息，都是有可能的。那基本上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怎么对 combinational circuit 组合电路加 watermarking。那我们会跟大家举例说明。那基本上呢，组合电路你可以用一个 Boolean 的 formula 来表示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怎么去 watermark 一个 Boolean 的 formula。那一样我基本上很多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漏洞其实都是因为 don't care 你去利用了以后，那其实 watermarking 当然是要保护了，但是基本上保护也是要利用你的 don't care 所以其实 don't care 有它的麻烦，有它好用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的一个我们这边这个 Boolean 的 formula 那假设你的 solution 是这样就是一个你的 formula 是这样，就是说它 input 是 ABC， 那 FABC 等于 A prime BC prime 加上 ABC prime 加 A prime BC 这是你的 solution 就是当这些情况的时候是1。然后呢，你的 don't care 的情况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跟 ABC 这两种情况那这是你的 solution 那当然其他没有列到就是为0了那这是一个 combinational 的逻辑那然后呢，我怎么去保护我这个 solution， 就是你这个 design 了那这个大家觉得说这个 design 很简单，就是三个input 变数那当然我们这是举例了那更复杂 combinational circuit 你也一样用这个概念可以做 watermarking。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它。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要 try to hide 一个 bit，hide 就是隐藏一个 bit 在你的 don't care condition， 就是要利用你的 don't care condition。那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过 don't care 是什么？你的 don't care 就刚才有提到两个情况了那基本上呢，我们这里的所谓的 hide 就是说你让你的 don't care 的情况为1我们把它叫做 hide 它一个 bit 1那让 don't care 的情况强制它为0，就叫 hide 一个 bit 0所以基本上呢，本来它 don't care， 但是呢我强迫它为1强迫它为0那让它有值，那就变成说你变成一个 watermarking 那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让它强迫它为1，我们把它叫做 hide 为1，然后呢强迫它为0叫做 hide 为0那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过，原来的 solution 它可能就是 FABC A prime B C prime 加上 A B C prime， 然后加上 A prime B C， 然后最重要是 don't care 的情况，它有两个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跟 A B C 这两个情况那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要去利用它 don't care 的情况让 don't care 的情况变成有一个你预设的值那别人如果跟你预设值一样那可能就是说，他为什么跟你用同样的 watermarking那基本上你可能可以预设为 hide 01hide 01就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等于0，然后 A B C 等于1，就 hide 01然后也可以 hide 10那就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等于1，然后 A B C 等于0，就 hide 10同样的，我们也可以 hide 00跟 hide 11啦，所以就是有4种 hide 的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 hide 01的情况。hide 01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等于0，啊 A B C 等于1，所以呢，你的式子呢其实应该是 A prime B C prime 加 A B C prime 加 A prime B C 加 A B C， 变成加一个 A B C，A B C 是你新加进去的它其实本来是 don't care。那你把它做卡洛图，把它做 optimize 之后，其实会是 F 等于 B 啦。然后 hide 等于10hide 等于10的时候，其实你是让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等于1，然后 A B C 等于0就是 don't care 的时候本来是 don't care， 然后现在强迫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等于1，所以你的式子呢 F 呢其实是 A prime B C prime 加 A B C prime 加 A prime B C 加 A prime B prime C prime。那你去做 optimize 再去做卡洛图之后，其实 F 是等于 A C prime 加 B C prime 加 A prime B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有2个 don't care 的情况，那基本上呢，你可以有4种可能 watermarking 哦，height 0.1，那 f 等于 v， 那 height 等于10的时候呢，那 f 等于 ac prime 加 bc prime 加 a prime b。那同学可以自己去推导一下 height 0.0跟 height 11的情况哈。那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有稍微列示给大家了，那我们稍微推导一下哈，height 0.1的时候哈，height 0.1的时候其实就是 f 等于 a prime bc prime 加 abc prime 加 a prime bc 加 abc，abc 是原来 don't care， 但是你强迫它为1嘛哈，那所以呢，你基本上呢，你做一下卡诺图，好，那刚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cube， 好，刚好那很大 cube 之后呢，你可以知道 f 等于 v， 好，这你做一下卡诺图，那基本上呢，你可以发现 f 是等于 v 的哈，因为这个圈起来之后，那基本上就是刚好可以化简成 f 等于 v， 好，然后再我们看一下哈。height 10的时候，其实就是让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为1了哈，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当这个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为1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会这个是它的那个增值表哈，那你这边呢，这是一个小 cube， 好，那就是 a c prime， 好，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小 cube 就是 b c prime， 然后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小 cube 是 a prime b， 好，那所以呢，基本上你 height 10的时候呢。好，那它的逻辑呢，就是 f 就等于 ac prime 加 bc prime 加 a prime b， 好，然后基本上同学还可以再想一想 height 00跟 height 11的情况，好，这个我们这边没有讲，那同学可以自己去推导一下。所以呢，当你有2个 don't care condition 的时候，其实是有4种 height 的情况，也就是有4种 watermarking， 好，那你可以用你的 watermarking 来去判断说别人为什么会有跟你一样的 watermarking。那这个来做区隔，好，就是为什么照理说别人不应该有跟你有同样的 watermarking， 哈，那当然如果don't care的情况少，因为才4种，那可能刚好不小心撞到的机会是有的。可是如果 watermarking 的可能性很多，好，那别人跟你有同样的 watermarking， 那几率应该就很低，好，那这个就可以当做一个 IP protection 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概念哈，就是有关于 graph coloring 哈。来 for 那个 watermarking 哈，那这个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了哈。那 graph coloring 呢，这个东西呢，其实用在 CAD 然后来解决 EDA 上面，然后解决很多不同 EDA 上面的问题哈，其实蛮常用的哈。那graph coloring 呢，它基本上呢就是说给你一个 undulated 的 graph 哈，然后你去 color 这个 graph 哈，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好，就中文就翻作着色问题了哈。就说基本上呢，相连的2个点呢，不应该是相同的颜色，好，那彼此之间呢，应该是要不同的颜色哈。然后你的目标呢是要去 minimize 你的所用的颜色，好，那这个叫做传统上面就叫做 graph coloring， 就 GC 的问题，或者叫做那个着色问题哈。哎，那基本上就是要让你着的颜色越少越好。那这跟 watermarking 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先讲一下，在 CAD 里面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转成 graph coloring 问题啊，比如说。像 register binding 啊，暂存器的细节哈，就是说哪些变数呢要放在同一个暂存器哈，然后或者说其他很多题目上面呢，其实也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彼此之间呢2个之间的连线呢，就是一个 constraint 哈，然后呢相同有 constraint 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那很多的 EDA 问题其实都是一个 graph coloring 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像 register binding 啊，function unit allocation 啊，这些其实呢都是算 graph coloring 的问题。那在 EDA 里面，这类是这样需要用 graph coloring 来解决的，好，问题很多哈。那比如说像那个 DFM 上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用 graph coloring 来解。那你可以想象说，每一条线呢，好，其实就是一个 constraint， 好，就是一个限制，好。那你要避免呢，如果相同的限制呢，它其实不能好用相同的颜色，好了，颜色呢，在 register binding 呢，好，可能就代表 register， 好，那在 function unit allocation 可能代表 function unit。我们刚才提到很多 EDA 的问题，比如说像 register binding 啊、function unit binding 或 DFM 很多问题哈，基本上呢都可以变成 graph coloring 的问题哈。然后基本上每一条线呢，其实就是 constraint。那这跟 watermarking 有什么关系呢？好，基本上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原来的 graph 哈，再多额外加一些 constraint， 就变成这里虚线的部分哈，变多原来的图，然后多加一些额外的虚线的部分。好，这是额外的 constraint。好，那额外的 constraint 呢，就变成你的 watermarking。
照理说呢，这些 constraint 其实是不需要的，可是你把它加进去那你得到电路是因为这些 constraint 所得到的电路，那跟别人就不太一样。那当你的电路复杂的时候，你多加额外的 constraint， 理论上别人不会得到，如果没有使用跟你一样的 watermarking， 应该不会得到跟你一样的结果。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protection IP 的 protection。那基本上呢，加 constraint 进去当然你通常 constraint 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意义了但这一部分额外的意义呢，就是你要自己去赋予然后呢，基本上因为你额外的 constraint，那就可以得到保护的效果。然后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 watermarking，谢谢大家。